日前，俄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发生火灾，引爆舰上弹药，最终沉入黑海。对着火的原因，俄乌各执一词。那么，莫斯科号沉没对于俄海军而言究竟是多大的损失？会对俄乌冲突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一个多月来，俄海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于4月13号夜间发生火灾，并导致军舰搭载的弹药发生爆炸，使军舰遭到严重损毁。虽然最后大火被扑灭，舰上人员全部撤离，莫斯科号在被拖往目的地港口的过程中，由于船身失去稳定性，在狂风大浪中沉入黑海。 莫斯科号是苏联时期建造的光荣级导弹巡洋舰首舰，1983年服役，舰长186.5米，宽20.8米，大小与一个标准足球场相当，满载排水量11280吨，是为数不多被称为海上霸主的巡洋舰。那么，这艘万吨巨舰为何因为一场火灾就没了呢？从外形上来看，目所能及之处，除了导弹还是导弹。 最显眼的是舰体前部左右两侧配备的16枚前几年新换的 P1000火山岩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据报道，火山岩弹长11.7米，弹径0.8米，全重4.8吨，半穿甲战斗部重达1吨，仅需1枚就能重创大型航母。 除了火山岩反舰导弹以外，莫斯科号还有8座装填5V55型或48N6型防空拦截弹的8单元垂直发射装置，以及可发射暴风雪重型鱼雷的2座5连装533毫米鱼雷发射管等，都是火力强大的大家伙，俨然海上移动的弹药库。可见，不管火灾引发哪一款武器爆炸，后果都非常严重。 目前，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公布太多的信息，莫斯科号起火原因外界仍不得而知。乌克兰方面多次宣称是乌军使用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击中了莫斯科号，不过乌克兰方面并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俄罗斯也对此进行了否认。有分析指出，综合莫斯科号此前的运行情况，不排除是由于高强度的值班造成内部故障起火。 他开始2月初在黑海方向进行了演习，是针对北约的演习。然后呢，在2月的中下旬呢，就开始了俄乌的这种特别军事行动。那么他一直担负着海上封锁，他要负责海上方向的这个区域防空，还有对海的这些警戒，所以他的 工作强度非常大，那在这样高负荷的运行情况下呢，很有可能会发生线路故障或者是短路起火，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故障。它没有现代化这种舰艇的这种自动喷淋设施，而且呢，油气垫的这种弹药的着火是很难扑灭的，所以呢，它会导致就是剧烈的爆炸。 评论员曹卫东还指出，尽管莫斯科号沉没对俄海军来说是一大损失，对于焦灼的俄乌冲突局势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双方主要交战呢还是在陆地上，而在海上方向呢基本上没有交战，因为这个应该说乌军呢已经失去了制海权，就是他没有从海上 往陆地上运送兵员、运送装备，或者是把人员从这个海上方向撤出，他没有这个能力了。现在全掌握在俄罗斯的军队手中，所以莫斯科号的沉没呢，对真正的战局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发射巡航导弹的话呢，它有其他的驱逐舰呢，或者是 这个护卫舰呢，都可以执行这样的任务包括有些潜艇都能执行这样的任务。事实上，莫斯科号巡洋舰在整个俄乌冲突期间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小的，更多是扮演撑门面的作用。俄海军主要是通过一些小型护卫舰发射口径 NK 巡航导弹，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设施进行攻击。 4月14号深夜至15号凌晨，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生数起剧烈爆炸。这是自2周前俄罗斯军队从该地区撤出以来，基辅遭到的最严重的袭击。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公开表示，在黑海的俄罗斯军舰使用口径 NK 精确巡航导弹，对基辅郊区一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通过对卢良斯基机械制造厂实施打击，摧毁了其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反舰导弹的生产和维修车间。
而在此之前，俄国防部还多次公布消息，俄海军舰艇密集发射口径 NK 巡航导弹，摧毁众多乌军高价值目标的消息。其中排水量不足1000吨，却能搭载8枚口径 NK 的21631型豹图 M 级小型导弹舰就表现特别亮眼。从俄国防部近期公布的一个视频可以看到，一艘豹图 M 级小型导弹舰连续发射了6枚口径巡航导弹，对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值得指出的是，小舰装大弹实际上也是俄海军近年来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目前，俄海军在役的基洛夫级、光荣级巡洋舰和无畏级大型反潜舰，大多为苏联时期建造，已经难以满足现代战争的要求。虽然俄海军提出了不少新型大吨位水面舰艇的设计方案，由于国力不足，始终没能实际投入发展，只能对现役的这些大型舰艇进行现代化改装和升级，同时建造大量轻型水面舰艇，以解决老旧舰艇退役之后数量不足的问题。不过，俄海军对新一代轻型水面舰艇的要求是必须具备强大的反舰和对陆攻击能力。为此，专门加装了3S14U 垂直发射装置，用来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口径 NK 对陆攻击巡航导弹。除了水面舰艇以外，俄海军潜艇也能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美西方国家认为潜射型威胁无疑是更大的。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前报道，俄太平洋舰队的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沃尔霍夫号2艘潜艇在日本海成功试射口径 PL 巡航导弹，并击中了模拟假想敌的水面舰艇目标。